现在的就业率这么低，然后人们的收入也没有什么提高，这个刚性需求也好，还是这个买房意愿，就是投资意愿也好，有能起来吗？那个一个刚需的人还是会入市的，还是因为呢，就刚需的人一直都是有的。嗯，因为加拿大尤其是移民国家嘛，你想前几年不管怎么样啊，还是有很多移民涌入了加拿大，也还有很多留学生啊，毕业以后留下来了。那这些人他总是有刚需的，所以呢，这个刚需量呢还是很大，因为加拿大属于计划经济。OK， 它的房产新房的这个建筑量是不是很高的？它不是像中国量 overbuilt，OK，它是有计划性的，就是说有多少移民，我配套多少个新房。所以呢，它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供房量呢，其实还是相对还是平衡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不是特别担心，就你说加拿大地产垮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说短期内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就是暴涨，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但是缓慢增长是肯定的。其实就业率呢，加拿大疫情期间和现在没有太大区别，没有那么严重，这个不会影响太大的。那其实工资一直在涨，每年都在涨，但是这点涨可能就不及这个房地产这个涨幅这个幅度这么大啊。另外呢，就是加拿大呢，银行呢，它现在不管怎么样是利息在降，而且呢，可能相对这个对贷款的审核呢也会相对宽松一点。就是说能买得起房的人还是能买得起的。OK， 因为加拿大呢不是说嘛，就是虽然说平均房价是很高，但是它总有选择呀。你多伦多买不起房，你跑周边小镇还是能买得起的，对吧？你那个 house 买不起，你 condo 还是买得起的。总体来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相对还是属于一个健康状态，而且尤其今年呢是看得见的，就是市场会好转，然后需求量呢也会增加。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疯狂，没有以前说 multiple offer 啊，然后抢房子那种状态啊。但是如果说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就是房子卖出去还是问题不是太大的。有没有哪些房产和地段的这个不同啊？肯定都是有这样的需求嘛，对吧？这个房地产永远都是 location。OK， 对。你即使地产再不好，像美国纽约，那它即使疫情期间它也没跌啊，对吧？但是要奥兰多可能就跌了一半了。那多伦多不管怎么样是一个经济中心嘛，所以呢，讲到多伦多来就业、工作、生活的人呢，还是非常多的。就像中国上海、北京一样的。就说还是大家还是愿意去来这里来生活学习的。大家手里现在或者说是没有钱，或者说钱呢就是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他就要找那种性价比特别高的房子。比如说 townhouse。townhouse 这几年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坚挺的产品。其实疫情期间呢也没有跌很多，但是跌的很多的是 condo。OK。对啊。condo 这个需求量下降呢，一个跟这个经济形势有关，第二个因为跟这个工作形态的转变是有关系。因为大家不需要去downtown上班了嘛，在家工作了，很多金融公司啊、保险公司啊，还有很多信息的方面的公司，就是可以 work at home。这也是个逻辑哈，是不是也跟那个建房量、供货量很大，就是严重的供大于求有关系？主要是需求量减少。因为我刚才也提到，就加拿大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啊，它的供房量其实每年呢是比较理性的。当然了，就是因为现在因为需求量减少了，去downtown工作学习的人减少，因为留学生现在政策一改变，留学生也减少了。所以呢，就是这种需求量降低，所以造成了很多富裕的房子。OK。第二个呢，也是呢，就是前几年，假如说房地产非常好的时候啊，假如说17年的时候非常好的时候，那可能很多开发商觉得有利可图嘛，就大量的囤地啊，大量的去规划啊，盖condo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就是经过几年以后，正好陆陆续续都交房了。所以这段时间呢，就造成了就是暂时的供大于求，暂时的这个供大于求，但这个供大于求是可以消化掉的。OK。还有呢，就是因为它当时呢就是价格非常的高，你现在只要降价，你还是能卖掉的。OK。只是说它那个价格现在大家不认可，就是价格这块觉得还是有点高啊，是很高的。比如说像楼花好的时候，假如downtown卖到1700一平方尺，那现在呢可能正常的我觉得可能1300、1400一尺。
像万景也是，以前最高的时候可能卖到1400一尺，现在可能只能卖到1100一尺。它不是说没有需求量，是有需求量，只是说大家不愿意就是付这个高价去买这个房子。就整个的工业基础而言，您觉得多伦多的这个工业基础和工业的这个制造这块、加工制造等等这些还在吗？工业这一块我没有听说有太大的变化。OK， 反而是呢有变化的可能是这些服务性的行业。OK， 比如说餐馆啦，比如说这个有的宾馆啦什么的，就这种服务性的行业，其实呢有很多的倒闭啊，或者说亏损啊，然后或者说换成其他的形态了。因为工业呢这个东西很难一下子就垮掉，因为它毕竟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的。再说了，加拿大本身它的工业也不是说很多呀。它是一个以服务业占70%的这种国家，它不像中国有很多的工业企业哈，所以这块我觉得影响可能不是说特别大，不是太大，不是太大。我看这个有人写文章说这个加拿大有一些这个贷款政策也有些改变了就是比如说贷款的额度提高了，贷款的首付比降低了什么等等，对，这些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您对，也是因为那个现在普遍的房价，平均房价都高了嘛，所以银行里再像以前那样限制，你只能就说贷100万，现在放松到150万啊，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房价已经那么高了，你如果说只贷100万，那很多人房子都买不起了。首付也降低了是吧？首付呢降低也是要看个人条件的，那他对你的收入还是有要求的，对，或者说对你，他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 policy 啊，不同的政策。假如说他有的呢，他可以让你首付很低，假如说可能20%都行，但是他要求你账上要趴着多少钱才行，所以他是有额外的 condition 的，对。OK。